的是港股的比亚迪股份，它的结构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化。最后一次6月25号当时的预期走势，我们认为此处是一个调整的大四浪。那从这个相对的低点开始 54.40 附近，它就是进入到第5大浪当中。那因为近期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从159已经回落到了110附近，它这次的回落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就会造成一种可能性。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里是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或者感兴趣的品种，可以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在你们感兴趣的品种下方去关注、订阅、点赞和分享。因目前约稿的标的越来越多，为了优化服务，快速完成视频的制作，后期更多的品种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因此大家在充电之后要及时来加 QQ 约稿，以及来了解会员的福利和权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其实这支票我们之前是在4月18号和6月25号分别都谈过，但是随着近期从这个160港币左右开始的回落，它的结构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化。第一种可能性此处是运行的5浪1回撤的5浪2，再次上涨的5浪3，目前是处于5浪4当中，后期还有一个5浪5。等这个蓝色段全部运行完毕此处的大5浪走势全部走完。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短期的一个多空分水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回落它是已经临近了黄金分割 50% 一线，并且从结构上来说的话，从相对的高位可以看到当下是已经运行出了一个3波的一个结构。如果这次调整的低点确认是8月11号当周的 109.30， 也就是说 109.30 这个位置不被跌破，那么后期整体向上运行按照这个蓝色段的预期就概率非常大。那后期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109.30 上方关注一下日线上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二次探底回升的走势。这个走势相对来说它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防守呢其实就是 109.30， 这是第一种预期。下来我们接着说一下第二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就是从日线结构来看，从这个159的上方它向下发展出了一个5波的引导楔形只要跌破 109.30， 它这个5波的引导楔形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从更大周期的结构上来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发生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月线图。月线图当中结构上会要重新划分一次1 2 3 4 5，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此处整蓝色段的全部结构才是完成了一个大3浪的走势。前期这一阶段这是1浪此处是2浪，那后期市场就会针对这个大3浪展开中长期的调整走势。那之前我们可能所看到的这个向下的5波引导楔形仅仅是完成了一个调整浪4浪当中的一个 A， 后期向上反弹有一个 B， 再下来会有一个 C， 最终会在 99.70 附近结束。等这个调整的黑色段的4浪结束，我们才能参与到最后一波的第5大浪的上涨。所以说从这个结构上重新的划分，那么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这个调整浪相对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2浪的它所需要的一个时间，整用了将近2年时间。那这次大概的时间也相差无几基本上就是2年左右。这里面唯一近期能存在的一个机会，就是等它这个 A 浪内部的5波引导楔形完成之后，存在一个 B 浪的小波段反弹，这个波段是我们近期可能会存在的一个机会。至于大4浪结束等待大5浪，那可能需要的时间会太漫长。好，那当前我们2种预期同时存在，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待
目前这个走势是否会创出新低。也就是说，以这个上周的低点 109.30 作为一个多空节点， 109.30 作为一个多空节点来看待整体结构的发生的一个变化。如果向下发展出这个引导了，其实对于我们中短线操作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那首先这个黄金分割我就会拉取整波段的一个走势，还是拉取整波段。我们会观察到下方的支撑区域大致是位于103到107这个区间，也就是引导楔形最后一波的一个走势。同时呢，我们会借助波浪尺来测算一下引导楔形的第3波和第5波的一个走势。可以看到618也在 104.1， 其实还是处在这个区间当中103到 107.6 103到 107.60。 所以近期重点就是在周线和日线当中，我们去观察 109.30 这个多空节点到底是破与不破。不破，那就等待一个小日线级别的底分型和实型出现，我们就以 109.30 作为一个防守来看后期能否是以3波形态结束之后展开向上的一个再次推动浪的一个结构就是刚才视频开始我们所画出的第一种预期。如果这种预期失败， 109.30 被跌破，那么我们只能去考虑去按照第2种预期来看，是否会在103到 107.60 区域再次出现这个探底回升的底分型形态或者实型形态，届时我们才会考虑再次的一个看涨做多。所以当下对于这支票目前是处于一个分歧点，我们需要给它一点点时间来再走一走，看从159上方向下的回落，首轮回落内部到底是一个3波形态还是一个5波形态，它将决定后期我们如何看待后期整体的一个走势。那如果回落到103到 107.60 这个区域，比如说是出现了日线的底分型十字星的话，那届时我们下方的防守位置我们重点就要关注这一线，或者说是再远一点的话，我们关注这一线 95.50 来尝试参与到第2种预期里面的这个 B 浪反弹第2种预期的 B 浪反弹。那后期整体这个 B 浪的反弹幅度空间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是在103结束，那后期整体这个 B 浪反弹的空间基本上是可以看到靠近 50% 一线的位置的，基本上是可以靠近 50% 一线的位置，也就是靠近130左右。那从104涨到130的话，大致也有一个 20% 的一个上涨空间，它属于一个短线的一个小波段的一个机会。通过以上的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随着159回落到103附近，整体的回撤的结构出现了变化，我们后期需要等待一个新的节点来确认后期最终会按照以上哪种方式去选择最终大形态的一个运行。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